我的枪，我的装备库在哪？殿下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西部沙漠修装备吗？爆炸声呢？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做了噩梦？美女，你是谁啊？这里不是西部沙漠吗？殿下，妾身是柳运仙，是陛下亲赐给殿下的皇妃啊。这里是您的九皇子殿，什么沙漠？殿下，您当真不记得了？没等秦莹反应过来，一股海量记忆碎片涌入他的脑海。原主竟是大汉九皇子，字不败，23岁，是皇室中出了名的纨绔子弟。眼前的柳运仙是他的新婚妻子。昨夜正是洞房花烛夜，而他本是来自现代的蓝星特种部队军械专家，在沙漠执行任务时遭伏击，不幸牺牲。没想到竟穿越到古代了。我穿越了，我居然成了大汉皇子。殿下，昨夜洞房您倒头便睡，妾身唤了您数次都未醒，只能守着您坐了一夜。您若是不喜欢妾身，也不必如此冷落。是为夫不对，昨夜许是太累失了分寸，为夫这就补偿你。殿下，殿下，可是殿下，不好了！魏国使臣正在焕章书院与大汉文斗，时限将到，我方仍无人能应，您还是快赶过去看看吧。魏国使臣说了，魏国要是这次文斗胜了，要10万牛马，30万担粮食，还要陛下挑选一位皇子前往魏国充当质子。什么质子？秦莹猛然反应过来，如今身处的大陆有春秋七霸，魏国低，大汉最弱。魏国近年扩张侵犯大汉边境，此次文斗设下赌局，大汉文坛积弱，而原主是众多皇子中最纨绔最废材的一个，文斗失败极可能被派去当质子。不行，这次文斗说什么都不能输，我先去看看，你在这里等我。焕章书院乃大汉最高学府，号称才子云集。怎么，李公子一首诗就把诸位都难住了？汉帝一炷香时限将近，再无应答，便是大汉输了，这第一场都接不下，后续的文斗怕是不必再比了吧？汉朝文武尽孤名，不及大魏一青衣。太丢人了吧！宋院长，你乃焕章书院之首，岂能坐视不理？速作一首诗压过他。陛下恕罪，老臣非老臣不愿作诗，实在是做不出能超越此诗的佳作，辜负陛下信任，罪该万死。太师，你学富五车，定能替朕解忧。老臣惶恐，只怕有负皇恩。混账！这焕章书院难道就真无人可用吗？朕养你们这群散童有何用？汉帝，这一炷香可快过了，若还是无人应答，可就算贵国输了，第一关都过不了，剩下的也就不用再比了。大汉文坛竟弱到如此地步，任人欺辱却无力反抗吗？臣等无能，罪该万死。既已认输，便请汉帝下旨，10万牛马，30万担粮食，尽数划归我大魏。30万担粮食是大汉全年的收成，10万牛马更是农耕与军需的命脉。一旦交出，大汉百姓将无粮过冬，军队也将因缺马而战力大损。若不交，魏国便有了出兵的借口。越破天下九州路，银遍海内五湖师。宝殿桂树连根起，不许他人摘寸枝。潜心奋志上天台，瞥见嫦娥把桂栽。偶见广寒宫未毕，故将明月抱回来。妙啊，实在是妙！九皇子此诗意境高远，气势磅礴，远超李登高之作。何止是远超，简直是碾压！以嫦娥栽桂，抱回明月入诗，此等想象力与气魄，古往今来罕见。好啊，此等佳作定是哪位文坛宗师所授吧？快将这位宗师请来，朕必重中赏赐。
九弟深藏不露啊，竟结识了如此高人，为何不早些告知父皇？快将宗师引荐出来，也好为我大汉增光。殿下，无论这位宗师是谁，只要能为大汉效力，老臣愿将院长之位让出，回乡归隐。朕也一定要重重赏赐这等人才。父皇，诸位大人无需引荐，这两首诗并非他人所授，是我自己所作。这汉朝谁人能作诗我都信，唯独你秦营作诗，我是一个字都不信。天下谁人不知，你九皇子是不学无术，纨绔下流，平庸无能。九皇子倒是有胆量，敢将他人家作据为己有，这般厚颜无耻，倒是让李某开了眼界。秦营，你要是能做出这等诗，老子当场把鞋底吃了。你要是能做出来，我吃2双。看来诸位是认定我做不出这诗了。既然如此，敢不敢再赌一局？赌什么？今日文斗我若败，便当电血狗吠；我若胜出，便请你们魏国使臣全体当众血狗狂吠。九皇子好生傲气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定了。九皇子接下了第一首诗，那我便再出一首如何？出题便出题，别说一首，你就是再出300首，本殿也照接不误。在下早年曾去过汉朝的江南一带，那里以美女闻名天下，我便以美人为题献丑了。江南风色秀月春，盈盈宫娥胜花红。良辰佳度美人骨，不梦黄粱不梦仙。妙，此诗真是妙极。李居士这首诗让老夫仿佛看到了江南美女的温柔像，好文采。九皇子该你了，若是做不出来，趁早认输学狗叫，也省得耽误大家时间。九弟此举太过鲁莽，这赌注这回怕是要丢进皇室颜面了。大北青衣李登高就这点能耐，仅凭此等诗作也敢在大汉撒野，你输定了。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好诗，真是千古绝唱。诗才，当真是诗才。九皇子竟有如此才情，当真是我大汉之幸。此事以帝王之视角写美人，毕竟远超李居士，根本不在一个层级。不错，此诗工整贴切，意境深远，做得好。谢父皇谬赞。这不可能，他一个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好诗？定是有人提前教他的。李兄，我这首诗你觉得如何？九皇子深藏不露，李某佩服。哼，你休要得意，文斗规则本就是斗到一方接不下去为止，仅凭一首诗还不算你胜出。没错，接着比，我大魏才子辈出，岂会惧你一个纨绔皇子？公主放心，方才李某只是小试牛刀，并未认真，接下来李某定能扳回一局。怎么，九皇子这是怕了，不敢再比了？怕你也配？先前2局皆是你出题，未免太过不公。接下来该轮到本殿出题了。哦，九皇子要出题也好，李某便接你一题，无论你出什么题，李某都能应对。听好了，本殿以凌云之志为题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泊却苍冥水。时人见我横书调，闻于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为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你们看到没有？他对不出来了。大卫青衣不是号称文采无双吗？吟诗啊，作对啊，你怎么不狂了？你刚才的嚣张气焰呢？李大才子。李登高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点作诗啊，别在这丢我大卫的脸。公主稍等，容在下再思索片刻。片刻还要等多久？等公主命令你，现在就做出诗来。公主，我正在想，
请公主再给点时间。九弟居然把李登高逼入绝境。嘿嘿，李兄，文斗规矩，一炷香内对不出师，便算你输。如今香已点燃，你可得抓紧时间了。我这是……李兄，你做不出来的话，就别勉强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输给你这个纨绔子弟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混账东西，竟敢在大殿之上辱骂朕的皇子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斩了！李登高目无君上，辱骂皇子，按律当斩。陛下息怒，李登高一时失言，并非有意辱骂九皇子，更不敢藐视大汉天威，还请陛下饶他一命。嘿嘿，父皇，儿臣相信李兄是一时情急失言，并非有意为之。今日是文斗，而非问罪，不如就饶他这一次吧。哼，既然莹儿为你求情，朕便饶你一命，下不为例。若再敢放肆，定斩不饶。谢陛下。嘿嘿，香烧完了，李兄你可得学狗叫了。秦莹，你也欺人太甚了。李居士读的是圣贤书，他是圣人门徒，你怎敢让他学狗叫？你这是侮辱天下读书人。秦莹，你休得放肆！我大魏使臣在此，你竟逼李居士学犬吠，这不仅是折辱李居士，更是践踏我大魏颜面，侮辱天下读书人。李兄，文斗已分胜负，你认不认输？李登高，你敢认输，老夫第一个不放过你。聒噪！这里是大汉朝堂，轮得到你一个魏国老匹夫放肆？这真是九皇子殿下吗？好强势，好霸道！秦莹殿下，你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魏国使团，你这么折辱我等，就不怕魏王震怒？公主殿下，你这话真是可笑。赌局是当众立下，你亲口承认，何来折辱一说？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，那就要兑现承诺。说到欺人太甚，我只是在学你们魏国而已。明知我大汉文坛积弱，却非要以文斗相欺，狮子大开口，要拿我大汉10万牛马、30万石粮食，难道这不算欺人太甚？只能你往我脸上打，不许我往你身上踹。对不出来就认输，魏国好歹也是大国，输也输得磊落一些。想不到我李登高自认才学无双，今日居然败得这么彻底，我认输。李居士，你醒醒！这可如何是好？李居士吐了这么多血，要是出了事，我们没法向魏王交代呀。秦莹殿下，恭喜你赢了，文斗3局2胜，今日斗师你汉朝胜了，还有丹青、一律2局，你们想如何斗？斗什么先不忙，赌注之事可别忘了。请魏国使团当众群狗狂吠。愿赌服输，但是我想用别的东西代替。让他们学狗叫，还不如一刀杀了他们。当然我泱泱魏国，又怎会言而无信？本公主愿意用黄金300万两代替这次赌注。公主殿下，不可！住口！你们还嫌不够丢人？嘿嘿，好，既然公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便收下了这300万两黄金。下一场7日之后，斗丹青之术如何？好，我们7日后见。哼，秦莹殿下，我还想与你在外赌一局，你可敢？你还要赌？对，原来的赌注不变，你们若输了，牛马粮食仍要给，300万两黄金也得如数奉还。至于你秦莹，我要你亲自去大魏都城，狗吠3天。我若输了，任你处置，绝不反抗。公主殿下，您乃金枝玉叶，国之瑰宝，岂能将自身做赌资？万万不可啊！此事关系太大，必须请示魏王定夺。公主殿下不能擅自做主。望公主三思，一旦有失，不仅殿下名节受损，我大魏颜面亦将荡然无存。大魏公主，你真的要赌？自然是真的。你既敢赌，想必胸有成竹。论诗词，我大汉或稍逊一筹，但论丹青，我大汉人才济济，未必会输。陛下若要比丹青，敢问敢与灵道玄比吗？你说的是
那个隐世多年的华圣灵道玄。普天之下除了他老人家，还有谁敢称华圣？一派胡言！华圣灵道玄早已归隐森林，立下规矩，彼不为权斗，莫不为利私，只会心中求和。纵使你大魏国力强盛，也未必能请得动他。无知，灵道玄曾欠魏王一个人情，让他出手，自然会出手。陛下，万万不可赌！灵道玄画技超凡入圣，我大汉无人能及，一旦硬赌，必败无疑啊！父皇，儿臣附议太师之言，此事绝不可赌。老臣也认为不可赌。灵道玄画技超凡入圣，不可与之比试，必败无疑啊！我曾见过灵道玄作画，极为天人，大汉无人能在画技上胜他。莹儿，你对那华圣灵道玄如何看？嘿嘿，灵道玄不如我，他若敢来，儿臣必让他惨败而归。猖狂，真是猖狂至极！不知天高地厚，灵道玄成名之时，你尚在襁褓之中，懂什么丹青之道，也敢口出狂言？九弟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胡话？那灵道玄画技出神入化，你比文采能胜李登高，比画技却万万不及他。你这是在拿大汉国运赌命，一旦输了，我大汉便会被魏国牵制，国将不国啊！皇兄，你倒是清醒清醒！今日之事岂是一句不赌便能了结的？难道我说不赌，魏国便会撤兵归国，不再寻衅？我大汉自高祖皇帝起，便是以武立国，纵使国力不如人，最多不过一死，何惧？你们倒好，听到个名字便怕得不敢应战，连汉人的风骨都丢了。无论魏国派谁来，我秦营都唯有一战，纵死也是为国而死，死得其所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，说得好。无论是华圣还是华仙，尽管让他来，我大汉儿郎从不惧战。朕要让天下人看看，我汉人的血是热的，汉人的骨是硬的。哼，好，7日之后，我大魏定然领教一番汉人的傲骨与血性。嘿嘿，九皇子此举何意？你还有何高见？本皇子只是想问，你方才说的任我处置，是否包括为所欲为？你要知道，本皇子平生第一大爱好便是品鉴美女。也敢？本皇子有何不敢？久闻秦营殿下好色风流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要秦营殿下真有本事，小女子也不是不能委身相从，就怕最终自取其辱，反而学狗叫，丢尽你汉朝先祖的脸面。嘿嘿。公主殿下的嘴巴若能不这么毒，那一定会更吸引人。这个坏毛病，本皇子以后会替你治好。哼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大魏与大汉的文斗第一场以大汉胜出落幕，此消息传遍天下，引得无数读书人哗然。传回魏国，魏王十分震怒。华圣灵道玄从大魏皇宫出发，直奔大汉而来。秦营斗失气吐血李登高之事传开来，师圣之名渐起，天下文人墨客齐聚汉都，欲观其与华圣的巅峰对决。殿下，该起床了。您若累坏了身子，妾身可万死难赎。傻瓜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有你陪着，本皇子高兴。殿下，求您让妾身歇一歇吧，这都3天了，妾身实在受不住了。殿下，您不去看看武姑娘？武姑娘？哦，你说的是武清秋？武清秋是江南武家千金，武家为大汉5大门阀之一，势力深厚。此前武清秋放话，谁能解开他手中的8面玲珑锁，便以身相许。原身谎称宫内有人可解此锁，将其骗至帝都，软禁于梧桐院。殿下，武家已经派了人来，说武姑娘的表哥李父说是要带她回去。您看，是不是该先释放武姑娘，免得得罪了武家？走，去梧桐院。表妹，你入宫这些日子可把我急坏了。那9皇子秦营就是个纨绔废物，他没对你怎么样吧？唉，难道他已经对你不敬了？我好歹是武家大小姐，他就算再放肆，也不敢公然对我动粗。那就好，表妹，你这是愁什么？难道怕那废物不肯放你走？你放心，我这次是奉家主之命来的，他一个失世皇子，定然不敢阻拦。我是哀愁，天下竟无人能解我这8面玲珑锁。那人中之龙的夫君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表妹，那不过是算命先生胡诌八扯的罢了。我看那八面玲珑锁本就是无解之物，表妹何必在意？那算命先生料事如神，他曾替武家推算过3件事，桩桩件件都应验了，怎会是胡言？如果解开锁的人是那九皇子秦莹呢？那种人渣废物你也愿意嫁？你在骂谁是人渣废物？谁给你的狗胆，敢诽谤本皇子？参见殿下。参见九皇子。哦，你还知道我是皇子？表哥不用多礼，面对这种小人，就该狠狠骂他。九皇子秦莹就是个人渣。九皇子，你把我骗到这里软禁这么久，闹够了没有？今天总该让我回家了。秦莹殿下，我奉武家主之命前来接人，一定要带回青丘表妹，还请殿下高抬贵手，不要为难在下。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滚！秦莹，你再羞辱我表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殿下要骂便骂，在下不与殿下计较。毕竟殿下整日与三教九流混在一起，沾染些市井戾气也正常，不然也不会用这种卑劣手段把我表妹骗来了。谁说我骗人？你说宫中有人能解八面玲珑锁，我表妹到了这里却被你软禁起来，难道这还不算骗人？宫中的确有人能解此锁，那人就是我。今日我来便是要亲手破解这八面玲珑锁。你能解？九皇子殿下莫不是疯了？九皇子殿下，你可知道这八面玲珑锁是世外高人亲赠的奇物，八面18轴，变化无穷，有无数种排列组合。这八面玲珑锁解法复杂无比，就连那大魏有名的青衣居士都只能解开2面。大魏青衣？哦，你是说那李登高吧？他解不出来很正常，不就是个魔方吗？八面玲珑锁有8个面，各面颜色不同且错乱，需复位使颜色对应。此物类似现代的魔方。秦莹曾是现代最强特种部队成员，玩转魔方是基础训练，对他而言没有丝毫难度。九皇子可真是傲慢轻狂，你可知那大魏青衣何许人也？放在天下读书人中，那也是独占鳌头之人。凭九皇子这声名狼藉的纨绔，也配嘲笑他？再练100年，你也赶不上人家1根手指头。秦莹，你休要逞口舌之快，这所需在一炷香内复原8面才算真解。你若真有本事，便此刻动手解；若没有，就别耽误时间，放我走。武清秋，如果我真的解开了这玩意儿，你当真会嫁给我？你真能将8面复位，我就嫁给你。不介意我是世人眼中的纨绔废物，甚至是人渣？别说你是纨绔废物人渣，你就是全天下最恶心最烂的人，我武清秋也照样嫁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不准反悔。你到底解不解？磨磨蹭蹭的，行不行？一句话，解不开就放我走。婆婆妈妈的，一点也不像个男人。好，这就解。这种小孩子玩的东西，本皇子何须一炷香的时间？你们看好了。解好了。八面全复位了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能再解一次吗？有何不可？众人眼里满是震撼，天下文人皆曾尝试解开此锁，无一成功。即便是大魏青衣用1天1夜，也只能复原2面。秦莹却只需眨眼功夫就完整复原了。就这等小儿科的玩意儿，竟能难倒天下文人，可见这群人多半是沽名钓誉之辈，浪得虚名罢了。日后有机会，我倒要好好整治一番这虚有其表的天下文坛。难道天下读书人的八面玲珑锁就这么简单被破解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滚开！你休想碰青丘！表哥，你现在是我的女人，不许去担心别的男人。秦莹，你竟敢打我！武家不会放过你，门阀不会放过你，就算你是皇子，也得付出代价。付出代价？你背后诽谤辱骂本皇子，按我汉朝律法，该掌嘴100，打入天牢监禁3月。方才那1巴掌，已是看在武家的面子上，对你从轻发落。若再敢胡言乱语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刑部大牢，让你好好尝尝10大酷刑的滋味，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酷刑更硬。古代皇权凌驾一切，整个大汉皆为秦家天下。辱骂皇子虽罪不至死，却足以让人身受无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马上滚回江南，告诉武家，武清秋不会回去，她已是我的妃子。娘子，随为夫回宫吧。呀，放我下来！你这混蛋！怎么，你要反悔？我不是要反悔，只是
只是婚姻大事，倒有3媒6聘8抬大轿，明媒正娶方才合乎礼节。你这般太过草率了。那些都是繁文缛节，形式而已。我们可以先上车后补票。先上车后补票是什么意思？你先放我下来啊！要带我去哪？看来殿下并非只是纨绔废物，难道他之前一直在藏拙吗？柳运仙出身5大门阀柳家，与秦莹的婚事本就是政治联姻。如今秦莹在那武清秋，他深感地位动摇，却不敢有任何怨言。唉，殿下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嘿嘿，爱妃，本皇子不会厚此薄彼的。你们都是我的女人，当然要一起愉快的玩耍了。你是说那小子真的解开了8面玲珑锁？回禀陛下，是梧桐院的侍女们说的，他们亲眼所见，这些奴才不敢欺骗老奴。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厉害了？九殿下的心思向来难猜，奴才愚钝，实在看不出端倪。那小子解开了8面玲珑锁，后来呢？他又做了什么？陛下，九皇子将我青丘带回寝宫了。什么？简直荒唐！未行夫妻礼法，他竟敢如此行事。这小子好女色的毛病真是一点也改不了。陛下息怒。不过若是武清秋，倒也无妨，但沉迷女色终究误事，身子也经不住这般折腾，不能任由他这般胡闹下去，必须加以节制。陛下有所不知，九殿下对女色向来痴迷，往日里让他戒个酒忌个口尚且艰难，要他戒绝女色，恐怕是难如登天。哼，这小子7日后文斗，如今已过3日，他竟还在厮混。你马上去九皇子寝宫，把这小子给朕带过来。奴才遵旨。这身体真是太差了，看来这魔鬼训练刻不容缓。哼，登徒子。殿下，曹公公在外等候多时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出去见见曹公公。抱歉，让曹公公久等了。殿下言重了，奴才等候殿下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岂敢说久等2字。曹公公亲自前来，想必是待父皇传旨。回殿下，陛下有请，殿下即刻前往养心殿御书房，商议与魏国文斗的相关事宜。巧了，我正有此意，要去见父皇，劳烦曹公公跑这一趟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曹公公，我从小顽劣，不得父皇欢心，以后还请曹公公多在父皇面前替我美言几句。殿下这是哪里的话，折煞老奴了。殿下本就是陛下的嫡亲血脉，天皇贵胄不过是往日里陛下瞧着殿下年少，多几分磨砺殿下罢了。曹公公请。殿下请。儿臣见过父皇。 7日后文斗，你准备的如何了？回父皇，毫无准备。你说什么？父皇息怒，儿臣以为文斗之胜不在准备多少，而在底气如何。若无必胜之心，即便案头堆满诗书，临场也未必能胜。反之，若早有必胜之念，胸有成竹，又何须刻意准备？儿臣只担心一件事，便是我文斗取胜之后，魏国必无地自容，恼羞成怒，届时还需父皇坚守承诺，不惧一战。所以该有准备的是父皇，并非儿臣。哼，臭小子，敢教训起朕来了！莹儿，你可知晓，如今的大汉早已不复当年之盛，内有门阀割据，党争不断，外有强敌环伺，虎视眈眈。但有一点从未改变，大汉以武立国，朕是马上天子，你亦是皇室血脉，无论魏国如何强盛，要战便战，
我大汉男儿的脊梁可断不可弯。有父皇这句话，儿臣便无后顾之忧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你大哥秦荡明日便会抵达京城，你们兄弟二人也有10几年未曾相见了，过去的一些小事不必太过记挂，抽空去见见他吧。大皇兄秦荡，他镇守边关10几年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朕知道你恨他，但你们终归是兄弟，往事过去也就过去了。朕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你们手足相残。秦荡比秦营大20岁，年少从军，20岁驻守边关10余年。二人仇恨源于后宫争宠。秦荡生母阴妒，唆使年少的秦荡将刚生产完的秦营生母推下高楼，致其留下内伤。秦营7、8岁时母亲离世，汉帝为避兄弟相残，将秦荡送往边关。我与他没什么好说的，儿臣告退。曹公公，宫内的大内高手可在？殿下突然问这个，是有何吩咐？只是想学点武功，强身健体。殿下想学武功，何不找黄山河？他的武功可是宗师级的，又是您的护卫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回殿下，黄护卫3个月前被您关进天牢了，是您亲自下的令，说没有您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将他释放。殿下，您难道忘了？没事，我去看看他。九殿下今儿个是怎么了？往日里对武功避之不及，怎么突然就感兴趣了？真是奇怪。参见九殿下。免礼。黄山河关在哪里？即刻带路。九殿下，请随我来。黄山河并非寻常大内高手，而是秦营母亲的旧部。秦营母亲出身寒门，嫁入宫中时，黄山河便以护卫身份一同入宫，忠心耿耿。当年秦营母亲被推下楼时，黄山河恰好奉令出宫办事，未能及时阻拦。秦营将母亲的遭遇迁怒于他，一直对他冷淡疏离。3个月前更是因一句顶嘴，便怒而下令将他关进天牢。打开牢房。是。不必了，殿下要见老夫，老夫自己走出来便是。参见殿下。这木门多重？回禀殿下，为防止囚犯逃脱，天牢的牢门经过特殊处理，重超过1000斤，硬度堪比铁块。老黄，你是怎么一掌打碎木门的？回禀殿下，老夫自幼习武，修炼内家真气已有70年，区1000斤牢门还困不住老夫。真气？你说的是那种能隔空伤人、开山裂石的真气？正是。1刻钟后去我寝宫议事。是，殿下。恭喜黄大人出狱。恭喜黄大人。多谢几位这段时间的照顾。天牢规矩，凡入狱者须受100杀威棒，此棒为铁质，常人难以承受。黄山河入狱后，这几位狱卒有心照顾，免去其杀威棒，每日好酒好肉伺候，除环境外未让他受半点委屈。黄大人说笑了，您是什么人物？我们早就知道您总有官复原职的一天，哪敢怠慢啊！如今九皇子殿下听说转了性子，不再像从前那般孤僻任性，您的好日子可就来了。往后您飞黄腾达，若有什么能提携我等的差事，还别忘了我们这些小人物，那便是大恩大德了。是啊，全仰仗黄大人了。殿下转性了。黄山河被关3个月，与世隔绝，不知外界之事。牢头将外界发生的事快速告知黄山河。听完后，黄山河满是震惊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欣慰与激动。殿下果真一鸣惊人，老夫就知道小姐的孩子绝不会是池中之物。老黄，来坐，你先坐。殿下，您先忙，老夫在旁边等候便可。半炷香后，秦营手腕一收，最后一笔落下。老黄，你看看我画的这真龙图，比那画圣灵倒悬的功力如何？回禀殿下，老夫认为殿下的画技与那画圣灵道玄不相伯仲。说真话。殿下，老夫曾有幸观摩灵道玄作画，不敢欺瞒殿下。论画技功底，您与他的确平分秋色，只是什么？墨水。墨有什么问题吗？
林道玄所用之墨是一种特殊调配过的墨水，配上他那神乎其技的画技，画出的佳作便犹如赋予了生命力，因而得画圣的美名。我们大汉并没有这种墨水，殿下画的此龙霸气尽显，形神兼备，却输在墨色的灵气上，差了半分神韵。泱泱大汉居然连这种墨水都没有，并非没有能调配之人，只是这种墨水因为造价昂贵，而大汉又不兴舞文弄墨，所以无人售卖，只有普通的水墨供日常使用。何人能调配这种墨水？蔡敬仲，此人精于制墨，秘墨之法握其手。他此刻在帝都吗？就在帝都。来人！殿下有何吩咐？即刻去请蔡敬仲入宫，就说本皇子有要事相商，若能顺利请到，本皇子重重有赏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此前老夫以下犯上，直言劝谏殿下戒绝窘色，触怒殿下，恳请殿下责罚。老皇这是何意？你所言皆是金玉良言，是为我着想，何错之有？君臣有别，老夫即便出发点是为殿下，以下犯上亦是大忌，理应受罚。罢了，此事既往不咎。你若真心为我着想，便起身听我说话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无需如此拘谨。殿下，您找老夫来是想修内家真气？正是。老皇，天牢之中见你出手，身手矫健，远超常人。你所练何功？这般年纪仍有如此身手，实在令人惊叹。殿下，老夫练的是家传绝学归元无极功，以童子身练功，斩断俗世情欲，30年可大成，步入大宗师之境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内家真气不光可强身健体，还可以百病不侵，延年益寿。童子身练功，老皇你这般年纪，难道还是童子身？殿下无需忧虑，您虽非童子身，修习此功亦可有成，只是无法触及最高境界罢了。强身健体，绰绰有余。我对成为绝世高手没有兴趣，只要能当个猛男就够了。老皇，这点要求可以满足吧？殿下，这点必然不是问题。待老夫替您打通全身经脉，再以归元无极的心法调息身体，保准让殿下您心想事成。好，老皇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殿下，我们现在便开始练功吧。殿下，这门功夫叫做指玄劲，是一门点穴的功夫，妙用无穷。您想学吗？点穴之术有意思，我学。黄山河快速击打秦莹身上多处穴位，秦莹每次被击打后，身体微微晃动，随后面露畅快之色。殿下，全身经脉已打通，此后殿下按照归元无极的心法练功，很快便能感觉到真气流动于体内。老夫气力损耗过大，先行告退，容老夫调息片刻。老皇辛苦你了，快回去好生调息。黄山河转身离开，秦莹盘膝而坐，翻看归元无极功，随即开始练了起来。一夜无眠，直至清晨，秦莹才结束修炼。当他睁开眼时，不仅没有丝毫疲惫，反而觉得浑身精力充沛。殿下，卑职归来复命。进来。殿下恕罪，卑职无能，未能将蔡敬仲请回，请殿下责罚。蔡敬仲为何不来？蔡敬仲得知是九皇子邀请，便说什么也不肯来。卑职用尽了方法，也请不动他。即刻备马叫上黄山河，我要出宫。是，殿下。驾！老皇，你确定蔡敬仲住在这里？蔡敬仲既然能制作出特殊墨水，应该是个手巧的匠人，怎么会住在这种贫民窟？殿下有所不知，蔡敬仲祖上曾写贺过，为大汉的军队制作军备，但是后来军备出了问题，打造的刀剑盾甲完全不能用。陛下盛怒，便抄了蔡家，并下令永不录用蔡家的人。我们先去看看。
小店不打武器，只打农具。二位客人需要什么？阁下便是蔡敬仲，我便是罪人。蔡敬仲有何指教？我是秦莹。闻言，蔡敬仲手中的锤子突然掉落，他猛然抬头，两眼血红，脸上满是怨恨。快滚！蔡敬仲，本皇子与华圣灵道玄有一场话斗，我要你做出灵道玄所用的那种墨水。滚！给我滚远点，老子就算死也不替姓秦的做事。秦莹向黄山河递了一个眼色。姓秦的杂种，老子死也不会为你调制墨水，有种的杀了老子！反正老子全家都被你们杀了，多杀老子一个算什么？哼，本皇子不是在求你，而是在命令你。想死还不容易，我就偏不让你死。秦牧是老杂种，你是小杂种，杀我啊？你敢吗？放肆！竟敢辱骂殿下，你找死！哼，我说了，你不敢杀我。哟呵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哪儿来的底气，觉得我不敢杀你？老黄，给他点穴。折磨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就杀了老子！殿下，老夫封住了他的天书，气海两大穴，打入2道真气，在穴窍内乱窜，这痛苦不亚于钝刀刮骨。这便是你口无遮拦的代价。哼，本皇子要你做的事，你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老黄，带他走。是。秦荡，小弟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让开！小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兄弟多年不见，你被这副拒人千里的态度。我大汉与魏国约定7日后文斗，如今已过3日，时间紧急，我在为文斗而做准备，还请大哥不要阻挠。小弟此言差矣，你魏国办事，我怎么会阻挠呢？只不过这蔡敬仲是我的人，贤弟你不能带走他。此人借我用几天？不行，一刻都不行。为何？他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带走他。巧了，他身上也有我需要的东西。哼，不留下人，那你今天就走不了。我秦营要走，还没人能拦得住。就凭你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从我百名铁甲骑兵眼皮子底下走出去。老黄，我们走。滚开！黄山河，你敢放肆！好强的内劲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接话法？杀！给我杀了他们！我是大汉九皇子，你们谁敢动？杀！父皇怪罪下来，我一言承担。殿下退后！黄山河挡在秦营面前，双手闪电般伸出，抓住马缰，狠狠一甩，2匹马连带骑兵飞出去，摔在地上，随后冲入骑兵中，一道残影在他们人群中不断变换，不断有战马被掀翻，骑兵们纷纷从倒下。片刻后，100人骑兵队全被打翻在地，战马哀嚎。卧槽，好快的身手，好强的实力！一旁的秦荡怒不可遏，抓起红鬃烈马身上的长枪，欲上前决一死战。2位皇子住手，陛下有旨。曹公公，皇上口谕，2位皇子接旨。儿臣接旨。请当即刻速速回宫，不得有误。秦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，钦此。儿臣遵旨。大哥，请回宫吧。你这些手下的汤药费，回头遣人去我九皇子府取便是。哼，今天算你好运，若不是黄山河在，你连全尸都留不下。听大哥这话，你好像很不服。不服又怎样？若不是父皇旨意，我定要与你分个高低。不服就干！你不用兵马，我不用老黄，你敢不敢和我空手斗一场？我7岁学武，力大无穷，你敢与我比武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谁说打架一定要靠力量？我是技术流。什么流？技术流是什么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秦营来自现代最强特种部队，精通现代格斗，经归元无极功调息，身体素质已大幅增强。若只对付秦荡一人，并非难事。好，
你非要找死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九皇子这是发疯了，没了那位高手帮忙，怎么打得过大皇子？打得过个屁！大皇子一拳就能把他打死。你现在求饶，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我最多打你半死。这句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，现在你跪下唱征服，我就不打你。哼，给点不要脸！今天这场比武，谁要是伤着了，可别去父皇那里告状。老黄，你喊开始。老九啊，你连怎么打架都不会，这是什么姿势？跳舞吗？比武开始。秦荡脚步猛踏地面，身体如离弦之箭冲向秦莹，大手朝秦莹脑袋抓去。秦莹下前躲开，接连打出3连发直拳砸向秦荡面门，随后大摆拳击中其太阳穴，上勾拳捶在下巴，最后一击低扫踢中秦荡大腿。打完立刻后跳拉开距离。想不到你还偷偷练过武功，这是什么拳法？又是这些旁门左道的怪招，小聪明没用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武功。卧槽，龙爪手！哼，算你有见识，这便是铁爪功。大皇子这是要下死手啊！妈的，不装了，老子要打残你！你这是什么招式？满地打滚！教你武功的师傅，那不是杂技耍猴的吗？打赢你的就是好招式。九皇子，别硬撑了，认输吧。身为皇室子弟，在地上打滚成何体统？传出去岂不是丢尽皇室颜面？九皇子殿下，来文的你行，斗武你可就太弱了。要不你认输，让大皇子打一顿出出气得了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殿下何时练就了这般精妙的实战招式？翻滚动作看似不雅，却招招实用，直击要害。擒龙八计，擒龙八计锁黄天。这你看清楚了吗？这是什么功夫？天啊，大皇子居然被压住了，他居然被九皇子压在屁股下了。殿下好像用的是擒拿手，但又不是，也不是分筋错骨。江湖上貌似没有这种武功，殿下是从何处学来的？混蛋，你放开我！卑鄙小人，只会耍这些下三滥的招式，还有种让我起来！别动，你再动一下，这条胳膊就废了！大皇子力大无穷，怎么会那么轻易就被制服？殿下，撑住啊！殿下，起来反击啊！废物，你放开老子！再不认输，我就卸了你的胳膊！当年你亲手将我母亲推下楼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这笔账我先收点利息。你想干什么？那是意外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的胳膊断了，大皇子的胳膊断了。九皇子，他居然真的敢对大皇子下这么重的手！赶紧去找个医师把骨头接上，否则留下后遗症，到时候可别来怨我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大皇子殿下，秦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你杀了我吧，说什么老子都不会为你做任何事。你这种犯过重罪的人，最期望的应该就是能戴罪立功，但看你这样，似乎一点都没有悔过之心。哼！本皇子打算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若能制出我所需的墨水，我便在父皇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撤去你的戴罪之身，如何？若你愿意，也可以留在宫中，给你个一官半职。大汉律法严苛，重罪者或连9族，几乎无翻身之机。秦莹开出的条件已属优厚。哼，有秦牧那种昏君在一日，我蔡敬仲便不会在京中为臣。给你面子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梧桐院是秦莹私人别院，无人旁听，否则蔡敬仲辱骂皇帝的言行已够腰斩之刑。我过分，老子骂他几句也叫过分。他不分青红皂白，抄我全家，将我儿子孙子全都斩杀了，9族发配边疆，这难道不过分？你们这些姓秦的最会过河拆桥，用完就弃，老子无时不刻都在期望汉朝灭国。你们想让我调制特殊墨水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，让魏国灭了你秦氏皇族，老子才觉得解恨。秦莹见蔡敬仲诅咒决绝，反而察觉事情不简单。老黄，老黄这功夫比那潜行匿迹的忍者还要厉害。殿下，什么是忍者啊？忍者就是一些精通潜行艺术的人士。呸！荒淫下流之辈！
你说父皇不分青红皂白，此话怎讲？哼，你可以去问问他。我蔡家3代都为大汉尽心尽力，汉室皇族最困难时，我蔡家不惜耗尽家财相助，结果换来了什么？结果还不是落得一个抄家灭族的下场。你蔡家为大汉军队打造军备，却偷工减料、中饱私囊，致使打造出来的军刀盾甲都不合格，这也叫尽心尽力？功是功，过是过。你们蔡家制造军备不力，按大汉律法该9族问斩，但还留你一命，这你不该感恩。对，是非黑白全都是你们说了算。我蔡家制作军备不力，我蔡家100年前就是能工巧匠，打造出来的兵器无人不晓，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就因为我蔡家是寒门之后，就要被你们这般污蔑？别忘了，你们秦氏在6世之前也是贫农而已。天下百姓谁不知道，是那王家故意谋害我蔡家？那汉帝秦牧莫非眼瞎不成？天下人都知道的事，他却不知道？还是说他本就知道，但却宁愿和王家沆瀣一气？你说的王家是5大门阀之一的那个王家？那还能是哪个王家？九皇子殿下不是能言善辩吗？听说你在焕章书院将那大卫青衣斗得吐血，怎么今天被我这老头子呛得说不出话啊？蔡大师，本皇子与你做个约定，你帮我调制特殊墨水，我替你翻案。只要你真是被冤枉的，我秦营不惜一切代价都会还你一个公道。你说什么胡话？老子可不要你假惺惺！我以先世的母亲发誓，若你真被冤枉，我秦营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替你讨回公道。你蔡敬仲本以为会遭严惩，却不料秦营主动提出翻案，内心深受震动。我没办法让您的家人复活，也没办法抹平您的伤痛，但我可以让您在有生之年得以洗刷冤屈，堂堂正正做人。我真的可以信你？当然可以。我这条老命不足为重，只是不想背着骂名而死。我的亲人家族，他们都是无辜的，不该带着污名。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别人不给你公道，我秦营给。林道玄所用的那种墨，配方很复杂，而且墨需要沉淀，整个过程大概3天左右。3天没问题。7日之约已过3日，剩余4天时间充裕。殿下，蔡家旧案，老夫已查清楚了。老黄一路辛苦了，我刚沏好的御前茶，你坐下尝尝。老黄，这卷宗可信吗？这是老夫亲自潜入密案库取的，密案库卷宗皆有案迹，绝无伪造可能。老黄啊，那刑部密案库可是大汉最严密的机构之一，防卫堪比铜墙铁壁，日夜有精锐卫兵巡逻，连只飞虫都难靠近，你竟能悄无声息潜入？殿下，对老夫而言，密案库如探囊取物。大汉有3处禁地最为严密，分别是皇帝的养心殿、刑部密案库和天牢18层，常人绝难潜入。这案子比我预想的还要棘手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蔡家的案子当真有冤情？卷宗记载的案子全过程，看上去蔡家确实罪该万死，抄家灭族都不过分，但细节经不起推敲。最重要的是，老黄，你看，这是父皇的玉玺大印。玉玺盖印意味着蔡家案子是皇帝亲自审理，若要翻案，便是公然质疑皇权，大理寺绝不敢承接。殿下，咱们要的只是他调制墨水助您赢化斗，待化斗结束，老夫便去处理了他，1两2两，省得惹来后患。不可，老黄，你以前是干杀手的吗？但我秦营行事向来一诺千金，我既答应帮他翻案，便不能出此下策，这不仅是失了信誉，更失了本心。殿下，是老夫鲁莽了。老夫从前跟随小姐，处理的都是见不得光的肮脏事，遇事便只想着斩草除根，不及殿下想的周全。老黄口中的小姐，便是秦营的母亲。难是难了点，却也不是毫无办法。卷宗记载，蔡敬仲奉命打造3万套军备，可军队开赴战场后，一战即溃，查下来竟是军备质量不过关。但按公布规矩，军备打造完成后，要经3道审核，层层把关，有问题的军备根本不可能送往前线。看来根本不是蔡家军备有问题，是有人在验收后送往前线前做了手脚，狸猫换太子。
工部上下多是王家党女，按说王家最有嫌疑。可卷宗备注，当年均被验收，陛下亲自到场监督。父皇也在场，老皇，你继续去查，把当年参与军备打造、验收、押送的所有人都查一遍，不管是官员还是小兵，一个都别漏。切记，行事隐秘，绝不能暴露行踪。殿下放心，老夫明白分寸。梧桐院曾是秦颖母亲的居所，母亲离世后变成了她的私院，与寝宫相距不远。殿下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在寝宫等我歇息？臣妾等了许久不见殿下归来，怕您在梧桐院歇下，便带了人来看看。嘿嘿，我正打算回寝宫呢。咦，青丘呢？好像我今天没怎么见他。青丘他回江南了。回江南了？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我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？他临走前托臣妾转告殿下，让您不必追他。他说，您若是真有心意，便亲自去江南武家提亲下聘。毕竟青丘是未出阁的大家闺秀，久居宫中多有不便，传出去也损了武家的名声。嘿嘿，是我急躁了，的确应该多站在女方角度想想。这次来京都经历太多了，他文斗败了李登高，又解了八面玲珑锁，武艺也不错，连大皇子秦荡都被折一臂。这样的人做我夫君，倒也还算凑合吧。武青丘是传统女子，未过门便失了身子，本是奇耻大辱。若秦莹不是解开八面玲珑锁的人，她便会以死明志，无颜面对江南父老。爱妃，本皇子可帅。殿下，这帅是何意？这帅就是英俊的意思。殿下是臣妾见过最帅的人。那是当然。汉帝，我大魏人已到齐，今日要再次领教九皇子的高才。这是黄金300万两，按照此前的约定，我们魏国以悉数带来。好，既然送到了，便先收归国库。汉帝急什么？这黄金暂且不必入库，毕竟话斗还未开始，胜负未定，免得我大魏赢了之后，还要劳烦大汉再搬一次，白忙一场。皇上，我们能赢你们一场，就能赢第二场。是吗？老朽听说有一位九皇子名叫秦莹的小辈，扬言可以战胜老朽，不知谁是秦莹？这便是华圣林道玄。是他，我曾远远见过他一次，多年过去，风采依旧。没想到首次得见华圣，竟是敌对关系。我还曾想求他一服墨宝，如今无望了。不过是个舞文弄墨的老头子，能有什么能耐？疆场之上，刀枪才是硬道理。舞文弄墨终究是小技，真男人还得靠拳头硬。爷爷，您走得太快了，等等我。陛下恕罪，这是老朽的孙女灵犀若，自小被我宠坏了，不懂朝堂规矩，贸然跟进殿中，还请大汉皇帝勿要治他失礼之罪。无妨无妨。爷爷，是谁要和您比画技啊？希若妹妹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叫秦莹，上次他害姐姐输了好多钱呢。那他是恶人？他何止是恶人，简直是天下最不要脸、最下流、最卑鄙无耻的混蛋。那我待会儿让爷爷狠狠教训他，替姐姐出气。嘿嘿，芷嫣公主可不要带坏了小妹妹啊！你背后说本皇子的坏话，我可是会生气的啊！嘿嘿，你叫灵犀若对吧？我可以叫你希若妹妹吗？你长得可真好看。放开他！希若妹妹，在下失礼了，为表歉意，我替你做一首诗如何？好呀好呀，早就听说大汉有个诗圣，原来就是你呀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，九皇子才思敏捷，出口成诗，字字珠玑，不愧是大汉诗才。妙哉，此诗配佳人，恰如其分。九皇子这是把希若姑娘比作瑶池仙子了。秦莹殿下，你好歹是大汉皇子，注意点礼数，
见了姑娘就轻薄搭讪，还当众吟诗调情，成何体统？难道你不知男女授受不亲吗？公主这话就偏颇了，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你爹和你娘是怎么生下你的？难道是变出来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汉帝，我要求马上开始斗画。莹儿，别闹了，现在画斗开始。与你这等毛头小儿斗画，有损老朽的名声。老先生是要不战而降。牙尖嘴利。画斗开始，时限1个时辰，抽时者算输。华胜这是在干什么？蛇主双眼如何作画？天哪，华胜这是要蒙眼作画，莫非他已到了心中有画，若比有神的境界？华胜不愧是华胜，在蒙眼状态下，笔触依旧这般稳健，韵墨分毫不差，这等掌控力简直匪夷所思。最厉害的是，他竟不用眼睛看，只凭感觉就能找点色目，而且分毫不差，简直是神了。画的精髓在于色彩，林道玄蒙眼却能精准涂色，毫无错乱，让众人彻底明白华胜之名名不虚传。蒙眼作画，这老爷子果然有几分真货，绝非李登高之流可比。身与画合，精神与画技高度统一，这般境界称一声华胜毫不为过。林道玄，你的极致便是我的铺垫，这场画斗从一开始胜负就已注定。他的成画应该在20分钟左右。嘿嘿，25分钟比我估算的还多了5分钟。林道玄不愧华胜之名，却还是被我高估了。公主，您看，这不是咱们大魏的封天城吗？没错，这正是我大魏的封天城。华胜妙笔，剑将封天城的繁盛鲜活再现，犹如近在眼前。此等神作，世间罕见。这画作无论是笔触技巧，还是细节刻画，都堪称无可挑剔。华胜之名，名不虚传。此画名为《人间》，老朽游历民间数十载，所见所闻，皆融于此图之中。人间百态，尽在笔下。华胜林道玄果然非同凡响，就连汉帝都亲口承认。看来画斗的结果已经无需多言，我大魏胜券在握。华胜出手自然是惊世骇俗，还用得着比吗？华胜之神笔，简直是老夫平生仅见。莹儿，你觉得此画如何？还算能看，不过今日这场画斗仍是我大汉胜出。见过死鸭子嘴硬的，没见过这么硬的。九皇子，你一笔都没画，凭什么说大汉胜出？我看九皇子大概是还在梦游，他在梦里赢了。秦颖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原以为你尚有几分才情，没想到竟是个只会哗众取宠的庸人。华胜这等传世之作，你一辈子都望尘莫及。如今你这般胡言乱语，活像个跳梁小丑。这种水平也可以叫做传世之作，那只能说你们魏国的人不光文采不行，就连审美都有问题。不许你这么说我爷爷的画作，我爷爷的画是最好的。就算你之前送我诗，我也不许你嘲笑爷爷。小子，你对我这话貌似很有意见。不是很有意见，那是相当有意见。敢问前辈，何为人间？人间自然是酸甜苦辣咸。那么何为百态？喜怒哀乐惧。既然前辈知晓人间有5味，百态含5情，那为何这画名为人间，却只画得出甜之一味？既称百态，却只寻得到乐一种情致。前辈口口声声说此画是人间百态，可你且看画中无论孩童、老人、壮年、女子、商贾、小贩，他们都在笑。你为了给画增添活性，只突出人物欢快，这使人物单一，毫无灵动可言。你自己说了，人间是酸甜苦辣咸，百态是喜怒哀乐惧，可这画中苦在何处？酸在何方？怒之态、哀之情、惧之感又藏在哪里？你既表现不出，又为何叫人间百态？我看不如叫不伦不类算了。秦营殿下，这画斗比的是画技，不是嘴皮子。不错，大家别忘了，华胜他老人家可是蒙眼作画，有些瑕疵也是正常。这次比的是画技，他老人家的画技，各位有目共睹。秦营殿下，
你想要胜出，那就得画出一幅画来，别光动嘴。没错，我看你就是画不出来，这才故意挑刺，想忽悠我们。你们要看画技，这还不容易。老先生，方才你蒙眼所用的绸带，能否借我一用？秦莹，你又要搞什么鬼？我可没空搞鬼，既然你们觉得蒙眼作画就是神技，那我也可以展现一下。殿下，不可呀！蒙眼作画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画圣他有60多年的画功，才能达到此境界。九皇子不可胡来。秦莹殿下只需要正常作画即可，切不可争强好胜。九弟，为兄知道你性子争强好胜，见画圣蒙眼，你也不甘示弱。但你要知道，今日并非儿戏，你不可胡来。莹儿，别逞强。老先生，这绸带你借不借？哼，一条绸带罢了，只是你为何非要借老朽的？我若用自己的绸带，待会儿画出惊世骇俗的作品，你们媚人又要说我作弊了，倒不如直接用你的绸带，这样他们总没话说了吧？拿去，老朽倒要看看你如何在蒙眼之下画出能入眼的画作。多谢老先生。秦莹，别再装模作样了，赶紧开始。秦莹殿下，此画莫非尚未完成？这般粗疏之作，怕是难登大雅之堂吧？秦莹，本公主再给你一次补色的机会，这般涂鸦式的东西也敢称作画作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莹儿，你这是何意？九弟这是虎头蛇尾，先前作画时气势如虹，竟画出这等东西，他不是在戏耍父皇与诸位大臣吧？看他刚才这气势，我真被唬住了。就连画圣都被唬住了吧？还以为有什么惊世大作，就这啊，3岁小孩也可以啊！果然是个只会逞口舌之快的庸才，这般大言不惭，太可笑了吧？各位点评完了吗？那么现在该听我说一说了。你今天就是舌战莲花，也改变不了事实。难不成你还能把话说活了？陛下，老臣觉得应该再仔细看看，也许真有什么玄机。诸位大臣皆上前细看。老臣眼拙，实在看不出什么门道。差，太差，真是差！线条粗糙，毫无美感，就连五官都没能画出来，这根本就是废品。你们讲够了没有？能不能让我说一句？你要说什么？说吧。嘿嘿，我这画的玄机可大了。来人，将此画搬至殿外阳光下。各位想看，那就跟我出来，走得慢可就看不见了。跟他出去看看。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要喝酒？装神弄鬼，我就不信他有什么手段，能把一幅破画变成佳作。等赢了再嘲讽他也不晚，先看看他耍什么把戏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啊！你们快看，那画它变了。啊，这不是我吗？嘿嘿，这是画中画，第一幅为雨象，色墨接触烈酒而反映显真容，接触清水隐去。第二幅用另一种墨水，遇清水显现，对烈酒无反应。同一张纸，2幅画作。画中有画，这种画法从未见过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。世上竟还有这种画法，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先前真是坐井观天了。难以置信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老夫绝不能相信世上有这样一幅画。
一张纸2幅画，而且还能用这种极其神奇的方式呈现，天人非天人不可做啊！老夫才是那蠢人。早知九皇子有这等神技，还比什么呢？自取其辱。我们输了。太好了，魏国终于认输了，大汉胜了。汉朝九皇子秦营，我记住你，文斗3局2胜。既然你们汉朝赢下了2局，那最后1局也没有再比的必要了。我等告辞。等等，秦营殿下，难道还不许我们走？嘿嘿，魏国使团要走，当然可以走。你魏芷嫣不能走。我为何不能走？我们之间的赌约，难道你忘了？文斗之前，你我立下的赌约，难道不算数了？如今我胜了，以胜利者的身份，我有权利对你为所欲为。我说你不许走，你就不许走。魏芷嫣心头猛地一震，瞬间忆起此前的赌约。当初因深信林道玄本事，才敢立此重主，未料秦营竟有逆天本领。哼，即便我留下，你还真敢动我？我是大魏公主，你若动我一根汗毛，魏王盛怒之下，100万雄师压境，你汉朝顷刻之间化为飞灰。秦营差不多就算了，别自讨没趣。放肆，魏国公主，你太狂妄了，认输不认赌，这就是魏人的真面目吗？当我大汉软柿子？魏芷嫣，你这是在侮我大汉无人。陛下何必动怒？我说的本就是事实。如果我非要留你呢？那我们就开战。来人！秦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为所欲为，魏人无信用，专横跋扈，欺辱我大汉。既然要打，那就打，打个鱼死网破，打个天崩地裂。魏芷嫣，既然你们要开战，那我就先拿你记起。混账！你要干什么？快放开公主！你这是找死！秦营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刀？有话好说，你魏芷嫣的话还能信吗？言而无信之人，你好歹也是一国公主，怎么讲话就跟放屁一样？你的脸呢？你放我走，我给你黄金300万两。你又想用钱摆平？堂堂大魏公主只值300万两，500万两不够，800万两还是不够，1000万两，这是我能调度的最大数目。 1000万两可以，本殿的确喜欢钱，这笔钱我大汉接下了。秦营虽觊觎魏芷嫣，但念及大汉国力孱弱，财政匮乏，这笔钱可解燃眉之急，便暂时放弃强留美人的想法。那就请公主殿下暂住皇宫几天，等黄金到了，自然放你们走。难道我魏国还能缺你们这点钱？我今天就要走，黄金绝不会少给你。事到如今，你觉得你的话还有可信度吗？你回了魏国，钱也不给我怎么办？我还能去再把你抓回来？信任只有一次，也正好借这个机会，好好教教你们魏人什么叫做诚信第一。父皇，听朝阁环境幽静舒适，最适合公主居住，儿臣斗胆借用朝阁，借与魏公主暂住几日，可否？遵奏，就依你所言。好，既然陛下与殿下都如此安排，那我便在这听朝阁叨扰几日。来人，恭送魏公主及魏国使团诸位大人前往听朝阁安置，务必妥善看管，不可怠慢，也不可让任何人随意进出。秦营，你这么对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嘿嘿，你生气的样子很可爱，再骂几句我听听。哼。陛下，老朽也告退了。老先生，请等一等。秦营殿下，难道也要扣下老朽？老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能否让在下和希若妹妹说几句话？希若妹妹，这幅画我想送给你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画太贵重了，我怎么能收？这是专门为你而画的，你不收，那我只能毁了。啊，这可是佳作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疼惜？再好的画送不到它主人的手里，也就没意义了。那小女便多谢殿下美意了。哼，殿下若没有别的事，老朽便告退了。真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。瞧九皇子这模样，分明是看上画上的孙女了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郎才女貌，很般配。不错不错，你们别乱说，人家还是小妹妹。九皇子殿下今日之举，当真霸气凛然，敢当众拔刀震慑魏国公主，
这份胆识与气魄，才是我大汉皇子该有的模样。此人名叫宁禄山，四品官员，封英勇侯，出身寒门，凭借超群武艺和战功登临庙堂，部署于五大门阀阵营。宁侯爷过誉了，本王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殿下不必过谦，我素来直来直去，说的都是心里话。这般有血性的皇子，才值得敬佩。不错，这次文斗能胜，扬我大汉国威，都是莹儿的功劳。朕今日必重重有赏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父皇谬赞，儿臣身为大汉皇子，为父皇分忧，为大汉扬威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不敢奢求奖赏。不行，有功就要赏赐。朕意已决，现将腰间金龙令赐予你。凭此令，可前往军营挑选800兵甲作为亲卫。这支亲卫只听命于你一人。儿臣多谢父皇。皇子拥有亲卫是大汉罕见的特权，此前唯有远在边关的大皇子因特殊情况获准拥有，这相当于变相下放兵权。重大消息，化斗结束了，九皇子秦营强势击败华圣灵道玄。不止如此，九皇子还是蒙眼作画，还首创了画中画的神迹，直接让华圣甘拜下风。什么？华圣居然败了？这绝不可能！华圣纵横画坛数十载，从未有过败绩。是不是皇室惨败，故意放出假消息？不可能胜的吧？那可是华圣灵道玄啊，他会败，我不信。我表兄就在宫内当差，他是禁卫军，目睹了整个过程，就是秦营殿下胜了。那画中画的神妙，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先是气吐血文坛大家李登高，如今又击败华圣，这秦营殿下难道真是文曲星下凡？之前都是藏拙。更厉害的是，大魏公主不愿兑现赌注，九皇子当场拔刀相向，直言赌约既定，岂容反悔，吓得魏国使团大气都不敢出，那场面不知有多霸气。整整一天，汉朝坊间到处在传着华斗的消息，无数飞鸽从京城飞出，携带消息前往各地。灵道玄这个废物竟然败了，孤派他去是让他扬我大魏神威，结果他却输给一个大汉纨绔，他是不是收了汉帝的好处，故意通敌叛国？大王息怒，灵道玄性情孤傲，罪重名节，断不可能做出通敌叛国之事。此次落败，或许是秦营真有过人之处。大王，汉朝扣押公主，折辱我大魏使团，这是公然挑衅我大魏威严。微臣提议出兵讨伐汉朝，扬我国威，救出公主。大王，当务之急是尽快筹集黄金1000万两，尽快赎回公主。大王，公主如今还在汉朝，我们贸然发兵，会使她沦为人质。难道我们就真的给1000万两黄金？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肃静！传孤旨意，调重甲骑兵10万，即刻开赴汉朝江南15郡，围而不攻，截断所有陆路水路通道，告诉汉帝1日不放回燕儿，孤的大军便1日不撤。若敢伤燕儿分毫，孤必踏平汉朝都城。陈吕奉愿领兵出征，必不负大王所托，护住公主周全，扬我大魏军威。好，孤便封你为镇南将军，总领10万重甲骑兵，军中一切事宜由你全权调度。记住，燕儿的安危是第一要务，围而不攻，就是要让汉帝明白，孤护独之心不容挑衅。臣遵旨，臣定护公主平安归来，让汉朝为其行径付出代价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殿下的诗句真是极尽浪漫与赞美，画技更是超凡入圣。春儿若有此夫君，死了也愿意啊！唉，可惜此事并非是为我而作，听说那幅画中画也赠给了别人。小姐，春儿看殿下虽然风流，但对您的感情还是不浅的，要不您再加把劲儿，把殿下的心牢牢抓住。我该如何做？小姐，您瞧瞧这个。书中尽是男女欢好的房中术图谱与文字注解。春儿，你从哪儿弄来这种书啊？
是出门前夫人悄悄塞给我的。啊，是娘亲给的。夫人说，小姐您性子软，不懂这些闺房情趣，怕您留不住殿下的心，特意嘱咐我，关键时刻拿给您参考。殿下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？身子可有不适？父皇设夜宴，宴请百官，个个都来敬酒，推都推不开，就多喝了几杯。春儿，快去备热水，伺候殿下沐浴。是，小姐。仙儿，你身上好香啊！咦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本普通的画本而已。普通画本？仙儿，原来你私下里喜欢看这种东西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怕殿下身边的女子太多，每天就不喜欢仙儿了，我就想学着讨殿下欢心。所以你看这种书是为了取悦我？傻瓜，胡思乱想什么？我秦莹对天发誓，此生定不负你。若我负了仙儿，便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殿下别胡说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仙儿既已嫁与殿下，生是殿下的人，死是殿下的鬼，殿下就是仙儿的天，我怎能让殿下发这般恶毒的誓？哎呀，殿下等等，今日您为林希若做了诗，还送了画给人家，仙儿也要殿下为我做一首，不然我不依。乖，等会儿再做行不行？我现在只想好好抱抱你。不嘛，我就要现在。殿下若是不做，仙儿就不理你了。好，拗不过你，那我就为我的仙儿做一首独一无二的诗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哦，这是要学书上那样。目标梧桐院，结菜敬重，斩秦营，不留活口。是。大哥，你的亲兵不会失手吧？我可听说了，黄山河一人就把你的骑兵卫队打翻了。黄山河是大宗师，我的新兵当然打不过。不过黄山河是大宗师又如何？天下大宗师并非只有他一人，我师尊也是大宗师。今夜他会亲自出手，在梧桐院外牵制住黄山河，让他分身乏术。这次派出去的都是暗杀技巧一流的高手，他们参军前是江湖上重金悬赏的杀手，不会有问题。秦营，别怪我不念手足之情，要怪就怪你太张扬，挡了我的路。你若一直都是废物，待我登基大宝，我还会赏你一块封地，让你继续做个风流王爷。现在你非要展露锋芒，这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汉帝已老，身体日渐衰弱，几年内必立储君。大皇子秦荡最有希望，视所有争储者为死敌。姐，秦营前世本能对血腥味极度敏感，即刻苏醒。何事？为何站在这里不动？有刺客！老黄，黄山河！呀！殿下有刺客，你快逃！殿下，你的手受伤了。走，我带你冲出去。仙儿，你先走，这些人是来杀我的。殿下，要走一起走。听我说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不会去追你的。你跑出梧桐院，往东门去搬救兵。这些杀手能悄无声息摸进来，说明梧桐院周围的守卫力量已经全部被干掉。你只有去东门找禁卫军，才能救我。殿下，跟我一起走吧。不行，我要去救蔡敬仲。你放心吧，我没这么容易死。殿下，殿下！有刺客在梧桐院方向，快去救九皇子！杀！秦营熟谙皇宫构造，超近道截住绑架蔡敬仲的杀手。把人放下！你捣死！是谁派你们来的？
不说我也知道，是秦当派你们来的，我没猜错吧？你猜错了，我们只是看不惯你。像你这种废物，凭什么享受荣华富贵？你就该死！头，禁卫军很快就会过来，我们不能再拖了。那就麻利点，把这个废物给我乱刀分尸。上！真疼！放箭，射死他！黄山河，黄山河，你想说为什么老夫会出现在这里？哼，就凭你们这群废物也想杀老夫？这是铁爪飞鹰，你竟杀了他！找死！卧槽，真猛啊！蔡大师，没事了。救人，快去救人！放心，蔡大师，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有话慢慢说。不是我，是听朝阁。刚才我听见他们说，不仅要绑我，还有魏直言，听朝阁那边也去了一队杀手。什么？老黄？老夫听到了。这就是轻功啊！蔡大师，你先回我的寝宫，我也要赶去听朝阁看看。这群禁卫军太弱了。秦颖，你快点想办法救公主殿下。公主是金枝玉叶，若有半点损失，你汉朝就要全国陪葬。是你执意要把我们留下来的，公主有什么事你要负全部责任。都他妈闭嘴！你们都滚开，别挡着老子去救人！放开那女孩！殿下，您伤势严重，为何不去疗伤，反而赶来此处？放开那女孩！哼，放了她。好啊，你自杀我就放了她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你最好别让我活捉，不然叫你知道什么是残忍。直接说吧，你到底怎样才能放人？让你后面那个老东西退后。老黄先退后。哼，想救人，有种你过来啊！殿下不可冒险。殿下，太晚了。哼，给老子去死吧！老黄，快救人！殿下，这是什么救人手法？秦颖，你这畜生在干什么？混账东西！公主殿下都已昏迷不醒，你还趁人之危，简直禽兽不如！若传出去，我魏国与你汉朝势不两立！快把他拉开，这成何体统？秦颖，你太不要脸了！你下流！够了，你发什么疯？若不是我救你，你早就沉湖淹死了！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就算你救了我，也不能对我做出如此轻薄之事。土鳖，你个土鳖！这是心肺复苏，是救命的法子。若不是情况紧急，我才懒得碰你。速回宫传太医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仙儿别哭了。我扶您回去疗伤。仙儿，找死！住手！先不要杀他，我要他活着，供出幕后主使。哼，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是。殿下，让老夫看看。刀伤太深，伤及心脉，
老夫可以用真气吊住九皇妃一口气，但仅能维持1个时辰。殿下有什么话，赶紧说吧。不行，我要她活着，我要她活着。殿下，这泪是真心的吗？真心，我对仙儿一直都是真心的。知足了，仙儿知足了。殿下，听我说，再不说，我怕就没机会了。其实我一开始是很讨厌殿下的，迫于家族的压力、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不得不嫁给殿下。但是嫁给殿下后，仙儿才发现，原来殿下这么好，既有文采，又会武功，还很疼爱仙儿。得说如此，仙儿无求了。但是仙儿好舍不得殿下，明明已经喜欢上殿下了，却要死在这儿。仙儿，老黄、御医，快去请御医呀！殿下，刀入心口，神仙也难救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怎么会救不了？就算是阎王也别想带走我的仙儿！快把所有御医都叫过来，再给我准备一把锋利的小刀、干净的棉纱、酒精，快，赶紧去！仙儿好痛，殿下送我走吧，您把刀拔出来吧。我能救你，我有办法的，你相信我，一定要相信我。仙儿不能睡啊，一定不要睡，我不许你死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要你死就不能死，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，我们要恩爱到白头，仙儿听到了吗？我不要你死。救不了啊！刀入心口，拔刀即死，不拔刀血又止不住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殿下，您看合不合用？老夫实在不知酒精为何物，只能寻来烈酒。好了，御医给我打下手，我要为仙儿做手术。手术？什么是手术？你们听过吗？老黄，你能让仙儿感觉不到疼痛吗？老夫只需封住九皇妃几个穴道，便能让她不痛苦。好，赶紧！你们去配药，看什么看？止血药、刀伤药，什么药都给我配出来！皇宫内的厮杀已渐停，所有杀手尽数伏诛，大半个皇宫被染红，血腥气让人心惶惶。他还算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哼，老夫看他只是舍不得美人罢了。唉，行了。暴雨持续至凌晨才停，期间不少人欲探望被阻拦。九皇子下死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屋。殿下要用血的话，老夫去找一些身体精壮的人来，或者用老夫的，不必殿下亲自用血，这会伤身子的。手术半小时前已成功结束，但柳运仙失血过多需输血。秦莹不知他人血型，因自己是万能的 O 型血，便亲自为其输血。老黄，只有我的血能救仙儿。那个杀手有交代了吗？还没有交代，他嘴很硬。哼，你去告诉牢头，别弄死了，我一定要从这个杀手嘴里得到一个名字。殿下，2位皇子在听朝阁外，您是不是见一下？他们现在是来猫哭耗子的吧？见，当然要见。秦莹经一夜搏杀，身中数刀，又为柳运仙输了不少血，全靠黄山河所传内功心法强身，才得以支撑。但脸色依旧苍白，脚步虚浮，他不愿在他人面前显露虚弱。殿下竟然还有如此疗法，将自身的血输进别人体内。闻所未闻，真是闻所未闻。九皇子竟还懂得医术。说说，你们到底听没听过？这是哪位仙人医书上的记载？行了，你们莫要再多言。九皇妃尚未脱离危险，尔等在此聒噪，若是惊扰了她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
殿下，罪人赵虎，求殿下赐死。混账东西，这就是你带的禁卫军？杀手都摸到老子床前了，你他妈在哪？你的眼睛是瞎的，还是耳朵是聋的？殿下，求你杀了我，我自知罪不可赦，只求殿下网开一面，放过家中老小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无辜？谁不无辜？我的仙儿躺在里面生死未卜，他不无辜。那些被刺客杀了的太监宫女，他们不无辜。九弟，切莫动肝火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这般动气只会加重伤势。这件事为兄会帮你彻查清楚，涉案相关人士一律诛杀。大哥，你的手不疼了吧？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听说九弟你生擒了一个刺客，你不如把刺客交给我们，督促3天，必给你个完美结果。九弟身上有伤，这些事不宜过多操心，交给我们2位哥哥，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。八皇兄，你们是专门过来要带刺客走的？九弟说的哪类话？魏兄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怎么了？这都不行？不劳烦2位皇兄费心了，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。老黄，你现在拿着令牌去天牢，传我的命令，没有我的亲笔手谕，任何人都不许靠近刺客半步，更不许提审，让狱卒昼夜轮守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你再去军营替我挑选一批人来，背景越简单越干净越好，挑好后立刻带到天朝阁，归我直接调遣。属下遵令。昨夜皇宫遇刺一事，早已震动朝野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免礼。你伤势如何？柳氏可有大碍？儿臣已无碍，仙儿仍在昏迷，但已脱离危险。父皇，此次刺杀绝非偶然，上百名刺客能在皇宫中如入无人之境，对宫中路线了如指掌，这足以说明此次刺杀是里应外合的阴谋，一定有内鬼向他们提供了皇宫的内部构造图。儿臣恳请父皇下旨，让儿臣全权负责此事，查到一个杀一个，绝不留情。这次的刺杀也是让朕心惊肉跳啊！刺客能轻易潜入皇宫刺杀皇子，今日能杀你，明日就能杀朕。看来朕的禁卫军早已成了摆设。好，朕就给你下一道圣旨，授予你先斩后奏之权。你尽管放手去查，无论查到谁，只要涉事，一律格杀勿论。银儿，记住，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。凡是与此事沾边的人，全都要杀，必要时9族可诛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辜负父皇所托。这一日，皇宫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秦营不顾伤痛，亲自带队彻查。经查证，刺客均为帝都罪犯发配边疆的充军大汉，发配边疆者众多，不乏无名无姓之人。查证极难，但圣旨之下，帝都情报机关全力运作，牵扯出多人，凡与刺客有牵扯者，皆被抓去砍头，无一幸免。直至深夜，秦营手中佩刀已卷刃，死在他手中者不下200。有心人看出，秦营所杀多为大皇子、八皇子阵营之人，不禁揣测刺杀或与2皇子有关。亦有人认为秦营在排除异己。1日之内，秦营的冷酷凶狠尽展于人前，然其圣旨在手，无人敢有异议。刺杀牵扯愈发广泛，死者愈多，皇宫上空似被血染红，血腥味久久不散。殿下，您吩咐调集的800甲士已尽数安置妥当。人在何处？在东门广场上。
一共800人。本殿今夜只是来认识一下你们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会安排你们的训练计划。解散吧。谨遵殿下吩咐。殿下，今日您一口气杀了100余号人，都与大皇子、八皇子阵营有关联。但您真的确定此次刺杀的幕后主使就是他们2人？我一开始只有5成确定，今日与他们见过一面后，见他眼神闪烁，言语间处处试探，如今已有10成把握。死在老夫手中的铁爪飞鹰所用武功与大皇子秦荡是同一入室，应是师徒关系，这一点可否作为证据？不行，仅武功招式相同不能作为证据，也无人能证明铁爪飞鹰是秦荡的师傅。今日杀了一通，死在我刀下之人，深挖君与刺客有关联，却宁死不肯开口。殿下，老夫有一事，不知当不当讲。但说无妨，你我不必拘于繁文缛节。今日殿下暴打的赵虎，其实也算个人才，武功不错，为人也正直。老夫之前还曾与他喝过几顿酒，深知他并非奸佞之辈。你是想替他求情？不算求情，此次刺杀是里应外合。赵虎虽失职，但罪不至死，不如饶他一命，将其收入殿下营帐。此人向来忠心耿耿，若能为殿下所用，定是一大助力。你去查清楚他的背景，若身家干净且与此事无关，可饶其性命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先把他关入天牢，吃几天苦头。多谢殿下仁慈，老夫这就去办。黄山河为秦营的改变感到欣慰，他已不再是蛮横无理、沉迷酒色的废人。殿下，魏国公主求见，此刻正在阁外等候。让他进来吧。是，殿下。秦莹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怎么？九皇子这副神情是认不出我了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魏芷嫣，你吃错药了。我才对你有些好感，别逼我讨厌你。听闻听朝阁镜湖夜色极佳，九皇子若得空，可否赏光陪我走走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其实，抛开你我之间对立的身份，你还是个很不错的男人。公主殿下，你不会是因为我救过你一次就爱上我了吧？也许，为什么不能呢？你才高8斗，画技通神，又救过我的命，这般才情与魄力，足以让人倾心。无论从身份地位，还是从自身本事，我都有理由喜欢你，不是吗？如果我父皇不肯给赎金，你会不会一直扣押我？你想要走，我不拦着你。九皇子倒是大方，连赎金都不打算要了。赎金我自然想要，但刺杀你的幕后黑手尚未查出，皇宫如今危机四伏，你留在这儿不安全，尽早离开为好。殿下，九皇妃醒了。什么？我在想什么呢？他是汉朝皇子，我是魏国公主，两国之间迟早有一战，与他扯上关系只会徒增苦恼。恭喜殿下，皇妃她醒了。仙儿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感觉怎么样？殿下，听下人说是您给我输血，这怎么行呢？您是万金之躯，要是有点损伤，仙儿就是万死都难赎。我秦莹这条命都是你救的，要不是仙儿，我早就死了。仙儿，能不叫你殿下吗？感觉好生分。仙儿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那没人的时候，我叫你秦莹哥哥好吗？好，仙儿你放心，此番刺杀你的幕后黑手，本王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将其揪出，碎尸万段，为你报仇雪恨。莹哥哥，仙儿你刚刚醒来，不要说太多话，好好静养。仙儿身上的伤口愈合后会不会留下疤痕？我是不是会变得很丑？仙儿不丑，这道疤是为我而留，它象征着我们的爱情。仙儿不怕丑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仙儿还是会推开云哥哥。九皇子殿下，我有要事要与你详谈。
蔡大师有什么话直说吧。九皇子就不好奇大皇子为何非要带走老朽？不好奇。如果你知道这背后的秘密，也许会好奇。那说来听听。宝藏？什么宝藏？这宝藏是我蔡家的先祖曾在一次意外中所得。当年为了资助你父皇秦牧，蔡家拿出了一半，谎称这是全部财产，其实还有另一半藏在深山。当年蔡家被抄家灭门，唯独我活了下来，并不是你父皇慈悲，而是大皇子秦荡求情，我才免去一死。而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独吞我手中剩下的一半宝藏。这宝藏的消息，只有天知地知我知，也不知他从何处得知。不过也正因此，老夫才活到现在。既然秦荡是为了得到你的宝藏才救下你，为什么他不把你抓起来严刑拷打，直接逼问？秦莹心中早有疑虑。初见蔡敬仲时，虽为戴罪之身，却能在自家店铺打铁营生，保有几分自由，并非阶下囚模样。你以为他没试过？秦荡暗中将我关在天牢，每日酷刑，想逼我说出藏宝地点。那他为何又放了你？这件事还要多谢英勇猴，是他利用关系把我从大牢救了出来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机会向他道谢。英勇侯宁禄山。秦莹心中有了印象。话斗当天，宁禄山曾对他颇为称赞，没想到此人竟与蔡敬仲有这般渊源。我出狱后，秦荡因边境公务繁忙，便离开了帝都，但他还是暗中留下了人手，时刻盯着我。蔡大师，你不愿意秦荡得到宝藏，却又愿意我得到。我已苍老无力，守着这宝藏又能怎样？既然你肯为我翻案，这宝藏送给你也理所当然。虽然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个奸诈狂徒，但是你有一点与其他皇子不同，你有一颗真心。那宝藏都有些什么？黄金。总数有多少？时间太长了，记得不清楚，大概有个100万两。这宝藏在何处？江南。江南。秦莹心中暗忖，武清秋本就是江南人士，等处理完皇宫刺杀之事，他便要下江南提亲，到时正好顺路将宝藏取回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九皇子，老夫翻案一事，你可有眉目？有眉目了，但还不能急。替蔡敬仲翻案，无疑是打皇帝的脸。这天下间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皇帝脸面更打不得。秦莹虽已应允，却深知时机尚未成熟，不可贸然行动。殿下，皇上有请。父皇。曹公公已在外等候。蔡大师，等我回来，我们继续谈。参见九皇子殿下。自上次收了秦莹的好处，曹万纯对他态度愈发殷勤，不复往日的冷淡。父皇何事召见我？急事。江南太守急函，魏国调兵10万，封住了江南的水运和陆运。魏国派兵下江南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殿下您迎灵道悬的那天，魏国连夜出兵了。江南太守派出了10几个传令兵，只有1人赶到帝都，据说跑死了3匹马。江南一带15城，自古便是水乡圣地，水陆航运发达，商贸繁荣，是大汉最富庶的郡地之一。魏国封住江南水陆要道，无疑是扼住了这15城的咽喉，断了大汉的重要财源。好，人到齐了。路上曹万纯都和你说了吗？儿臣都知道了。看来魏王不想支付赎金，反倒想以武力逼迫，简直是臭不要脸。朕有9子，论才能德行，你们3个最是出众，且唯有你们在朕身边，其余6人皆在地方省郡。江南之事，朕想从你们3兄弟中选1人去处理，也正好看看你们的本事。父皇，您是想让魏国退兵，还是直接开战？退兵是上策，但若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，朕也要吃下他这10万兵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自幼习武，精通兵法，定能将魏国10万兵下杀得屁滚尿流。儿臣虽未带兵，却熟稔兵书，武艺也不弱，愿为父皇分忧。儿臣没带过兵，也无2位皇兄高强武艺，但儿臣有退兵良策。老九，你就算了吧，你高操刺杀，身上有伤，还是留着养伤吧。
身上有伤便不能去。大哥，你断臂之痛未消，不也急着请命？你再敢提这件事，提了又怎样？够了，像什么样子？真是让你们来吵架的吗？危险宫廷，你们抽签定夺，3支签中1支上签，抽到者前往江南。秦荡，你是大哥，你先来。笑下签。也是下签。你们皆是下签，那最后1支便是上签。宁儿，此次江南之行便由你去。是父皇，儿臣定不辱使命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朕有话要和莹儿说。儿臣告退。你运气可真差，看来这江南苦差非你莫属了。这不是运气，而是父皇心中本就选定了儿臣。明明是你运气不好。其实根本没有上签，父皇手中的签全是下签。2位皇兄无论怎么抽，结果都一样。江南事急，却并非苦差，办好便是大功一件。父皇这是有意偏袒儿臣，给儿臣立功的机会。父皇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旧疾复发，朕早年御驾亲征，遭刘健射中心肺，虽捡回性命，却落下病根，时常咳血。年轻时还能压制，如今越老越不行了，多走几步都气喘。此事如今只有曹万春和你知晓，若是让你的8位皇兄知道，他们定会立刻回京，逼朕退位。朕的8个儿子都在朝中拉拢派系，支持者众多，唯有你朝中文武无一人是心腹。朕给你娶柳家小姐，也是想让你借柳家的势力站稳脚跟，待朕归天，你好歹有个依靠。周小子，看到你开窍，朕心里很高兴，也甘愿培养你。过去是儿臣不懂事，让父皇操心了。朕对你的母亲有亏欠，见你开窍，便想多给你立功的机会，好名正言顺立你为太子。父皇，您说立我为太子，这不好吗？不是不好，只是你是怕8位皇兄不服。8位皇兄皆是父皇亲儿，也是儿臣的兄长，儿臣不想最终落得手足相残的地步。你的8位皇兄都和朕太像了，好勇斗狠，却不懂治国。也正因如此，大汉江山，朕不能交给他们任何一个。朕年轻时自是武力超群，却深知治国谋略不足。朕在位这些年，大汉不仅未能繁盛，反倒沦为7国之末。所以下一代帝王绝不能是朕这样的人，而你恰好不同，以你的文采足以治国。父皇，若皇兄们争权不服，儿臣可否按自己的想法处理？若真有那一天，随你的意思办。父皇，若儿臣解决了江南之事，可否求您一件事？说来听听。革新吏治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容后再议。要改善民生，振兴大汉，此事刻不容缓。谈谈你的看法。国家强大，无非对外霸道，对内王道。可如今大汉却是对内霸道，对外孱弱，根源便在官员选拔制度。有才能者因出身低微被埋没，无能门阀子弟却坐享荣华。这样的制度只会滋生腐朽，迟早蛀空大汉根基。大汉国力孱弱，外有强敌势表，内部腐坏才是根。就如一棵烂根的大树，如何抵御狂风暴雨？父皇，门阀的手太大了，早已遮住了大汉的天。若不斩断这只手，大汉永无出头之日。汉帝怔怔地看着秦莹，眼中满是震撼与欣慰。5大门阀盘剥朝政，他早已深知其害，却因年老体衰，皇子们皆依附门阀而无力回天。秦莹的话恰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。此事等你当上太子，我们父子再详谈。你即刻动身去江南吧。儿臣需要1个月时间。为何？江南局势危急，岂能拖延？梧桐院刺杀一事尚未有定论，儿臣不能贸然离开，需查清真相再走。江南官仓充裕，有5万府兵镇守，坚守1个月不成问题。儿臣愿立军令状，1个月后必退卫兵，若办不到，愿以项上人头谢罪。
好，就给你1个月时间，去吧，好好准备。多谢父皇，儿臣还想向父皇借一人。谁？英勇侯明禄山。参见殿下，求恕妾身不便行礼。我来喂，你先下去吧。殿下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先前还叫秦莹哥哥，现在怎么又叫殿下了？这多生分。秦莹哥哥，来喝参汤。莹哥哥，以后让下人照顾我就行了，你太累了。不累。秦莹并非逞强，老黄传授的归元无极功心法神妙非凡，换做旁人受他那般伤势早已卧床不起，他却能在处理好伤口后依旧生龙活虎。这份内功心法堪称天下一绝，